结婚3年，陆景和从未碰过我，每次他都说忙，只有我知道他有一个白月光。我心灰意冷，扔下了一纸离婚协议书，登机去了港城。他以为我只是在胡闹，还和白月光订了婚，却不知道这次我是认真的。结果他的白月光害得他一无所有。这时他找到我祈求原谅，彤彤，对不起，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你对我最好，我们重新开始吧，好不好？却不想我身边男人坐不住了。姐姐，你可要对我负责。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结婚3年，我的丈夫陆景和从来没碰过我，每次他都说公司工作忙，只有我知道他有一个白月光。那天晚上，他喝醉了，回到家里，我费劲地把他抬到床上，谁曾想他喊的却是另一个女人的名字，苏暖。苏暖是我们大学的校花，陆景和是全校女生心中的男神，更是陆氏集团的指定继承者，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路人甲。按理说，苏暖和陆景和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而我屁都不是。但是命运往往弄人，因为我曾救过陆家老爷子的命，所以我被指定为陆家的儿媳妇。就这样，我大学一毕业后就嫁给了陆景和。我喜欢陆景和，就像丑小鸭做的关于一个白天鹅的梦。自从我嫁给陆景和后，我就变了，我变得敏感、神经质，而原来那个乐观爱笑的女孩只存在于我遥远的回忆。陆景和脾气喜怒无常，我小心翼翼地伺候，身上到处都是淤青伤痕，却总还幻想有朝一日他能爱上我。以前的生活虽然平凡但自由，而现在的我就像一只被困于鸟笼中的金丝雀，没有爱，婚姻就是牢笼。哪怕是嫁入豪门，陆景和在娶了我后经常彻夜不归，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在3年后的那个夜晚，他又喝得大醉，却把我当成了苏暖，吻着我，伏在我的颈边，低声呢喃他的名字。多年来的隐忍在这一刻爆发，我忍无可忍地给了陆景和一巴掌。陆景和被打得恢复了几分清明，看见是我，嫌恶地说：“江童，你竟然打我，长本事了！你不过是一只丑小鸭而已，连苏暖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说完，陆景和就摔门而去。我无力地瘫坐，任由眼角的泪落下。陆景和，谢谢这3年让我看清楚了，有些人的心冷得像石头，是捂不暖的。以前那么多次我都原谅你了，只是这一次我选择离开。若不爱，那么爱就成为了负担。我看着床头的结婚照，干脆把它砸了吧，反正留在这里也只会碍陆景和的眼。最后，我轻轻将手上的戒指摘下，放在了桌子上。我只带了几件随身衣物，其他什么都不要了。离婚协议书静静地躺在桌子上。我最后看了一眼我曾经的家。第2天早上，我买了去港城的机票。我要彻底地放下这里的一切，重新开始。包厢内，陆景和在抽着烟，桌上凌乱散着几瓶喝光了的啤酒。他面无表情地坐在沙发上。他的兄弟燕子在一旁说：“陆哥，嫂子她去了港城，你说他这次是认真的吗？这3年，他哪一次向你发过火呀？”陆景和没说话。燕子见状赶紧又说：“说不定只是赌气，过几天就回来了，谁不知道江童最爱你了。”陆景和淡淡地说：“他走了正好，这样我就可以和苏暖正大光明的在一起了。通知下去，过几天我要和苏暖举办订婚宴，我陆某的亲朋好友都要来，谁不来就是不给我面子。”说完猛灌了一口酒。燕子心想，还说不在乎，借着订婚气将同乐。
脸上却堆笑。好好，我马上去办。过了几天，我就在电视上看到陆景和与苏暖举办订婚典礼，甚至比他和我订婚时还要隆重。陆家老爷子知道这件事后，心脏病发作，被气得住进了医院。叮铃铃，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闺蜜打来的。彤彤，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港城最近新开了一家甜品店，咱们一起去尝尝。挂断电话，我本不想去，但闺蜜说好不容易才订到的位置。我们刚坐下，餐厅服务员过来对我们说：“二位随便吃，那边那位先生替二位买单了。”我疑惑不解，初来港城，人生地不熟，我顺着服务员手指的方向看去，原来是我的大学同学兼好友季艳里。大学毕业后就没怎么联系了。季艳里，我高兴地喊她。闺蜜被震惊到说不出话。她可是白手起家，3年内让季氏集团迅速崛起，进入全球前500强，并稳居全球富豪榜前10的钻石王老五。传言她不近女色，这可让众多女子的芳心暗碎。彤彤，你可得好好把握机会。我觉得季艳里出现在这里不是巧合。不会吧？我暗自摇了摇头。季艳里听到我在喊她后转了过来。3年了，她褪去了大学时的青涩模样，变得更加稳重成熟，眉眼十分英俊。和斯文败类的陆景和不同，她看上去更阳刚，更爽朗。姐姐，好久不见。闺蜜临时称有事先走了。临走前，她悄悄跟我说：“彤彤，加油！我敢肯定，季艳里为你而来，这不比陆景和那个混蛋强，一举拿下他。”闺蜜在我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说完便对季艳里说了一句抱歉就离开了。我们沉默着坐了下来，气氛一度陷入尴尬。她率先打破沉默：“姐姐，听说你和陆景和离婚了，那能否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追你？”我的脑袋突然眩晕起来，像是炸开了无数金花。什么？我不确定地再问一次。她看着我的眼睛，定定地说：“姐姐，我喜欢你，一直都很喜欢。只是在大学的时候，你从未认真看过我，心里只有陆景和。现在可以给我一次追你的机会吗？”我看着她的眼睛，是清澈的，不染一丝杂色的，像是星辰大海。因为我比她大几天，所以让她喊我姐姐，她还老大不愿意的。我怔怔地看着她翕动的唇，想起闺蜜对我说的话，鬼使神差的便吻了下去。我不记得是她主动还是我主动的，只是听得她低低问了一句：“姐姐，想好了哦？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并未回复，只是用行动证明了我的想法。也许这一次我只想彻底的放纵。在酒店的床上，你还是……季艳里吃惊地看着我，我点点头。她吻去我眼角的泪花：“我会好好待你的，姐姐。”一夜未睡，第2天起来腰酸背痛，一睁眼就看到季艳里无辜地看着我：“姐姐，你要对我负责。”我无奈地低头，刚好看到她的8块腹肌。好好负责。与此同时，京城的陆氏集团却是一片鸡飞狗跳。陆景和正焦头烂额地应付着各家打来的催债电话，出门便被记者团团围住。“陆先生，听说你的未婚妻苏暖变卖了集团的所有资产，和你的堂兄跑到港城了。那员工的工资该由谁支付呢？陆先生，这次人财两空，你内心的感受如何呢？”“陆先生，听说陆家老爷子因为你和江童离婚而娶苏暖，气得住进了医院，你现在可否后悔呢？”面对记者的咄咄逼问，陆景和如同丧门之犬般急忙躲进车里，绝尘而去。一路上，陆景和都在思索对策。该死的贱人！
陆景和重重捶了一下椅背。如今他被苏暖害得不浅，自己那么深情地对他却联合自己的堂兄陆迟一起给自己下迷药，趁机将集团资产全卷走了，害得他现在如同过街老鼠般人人讨债。可这天文数字的工资，他怎么可能拿得出来？他的那一个个朋友，平常陆哥喊得亲热，一到关键时刻都装作不认识他。当初和江童离婚，有一半也都是这些朋友的功劳。陆哥，你的手！一旁的燕子惊呼。陆景和面色阴郁，看着自己流血的手背，心想如果江童还在，早就忙着为他止血了。这小妮子对他比对待自己更重要。陆景和轻笑一声，随即脸色又阴沉了下去。这么多天了，连个电话都不打给他，也该消气了。也罢，我亲自去找他。童童，你和季艳里进展的怎么样了？一切顺利吧？有一件事你知道后肯定会很开心的。陆景和他被未婚妻苏暖甩了，不仅如此，对方还把他的公司资产一起卷走了。这下陆景和又被戴绿帽，又要躲债。忙的哟！闺蜜打来电话，我一惊，差点把咖啡打翻。我知道她会遭报应，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晚上我约了季艳里一起吃火锅。火锅这种美味我从来都不敢当着陆景和的面吃，因为他会嫌弃我身上的火锅味。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会有另一个男人陪我吃火锅，而且细心又温柔。他熟练地将一块鱼肉的刺挑掉，轻轻吹凉后放进我的碗里。没想到季艳里还有这样温柔的一面。季艳里，我轻声叫她名字。怎么了？她含笑看着我。我记得外界都说你是冷酷无情，从不近女色的。我歪着头看着她，她剥虾的手一顿，接着说：是真的。那怎么？她笑着将虾塞进我的嘴里。只是除你之外，我只对你一个人温柔和孩子气。原来被一个人爱着是这么的幸福。当初和陆景和在一起的时候，每天都变着花样的给他做好吃的，像个小媳妇一样的照顾他的饮食起居。每次他喝醉都要我来料理后事。我爱他爱到失去了自我，难怪会爱得那么累。季艳里，你这里脏了，我给你擦擦。我不由分说地坐在他旁边，离他特别近，近到可以看到他翕动的睫毛。我佯装给他擦胸前，我看到他的耳朵忽地红了。我听见他小声地说：童童，你吃饱点，我怕到时候你没力气。我瞪了他一眼。吃饱喝足后，他将我送回了酒店。季艳里折磨了我一晚上，晕过去之前，我只听见他轻轻地伏在耳畔说了一句：童童，永远都不要离开我，好不好？醒过来已是第二天早晨。季艳里已经去上班了，而我是自由职业者，相对来说时间充足。或许我没有陆景和或是季艳里那样的大富大贵，但凭着这几年签约的几部小说，养活自己还是不成问题。和陆景和离婚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女人永远只能靠自己。桌上留有季艳里写的便条，早餐放桌子上了，一会儿热一下再吃。我微笑着，刚准备吃早餐，一个突兀的电话响起，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接了。电话那头传来陆景和的声音：童童，你在哪？我来接你了。陆景和千里迢迢地赶来，问我可愿跟他回去。原来白月光联合他的兄弟一起把他引入了一个局，而最后他被骗得什么都不剩了，又转头想起了我，希望我念着往日的情分帮帮他。迟来的深情比草贱。陆景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我毫不犹豫地挂断电话。晚上，我和闺蜜在酒吧喝酒，
手机里静静地躺着10几个未接来电，有陆景和的，还有季艳里的。我一口一口地喝着酒，金黄色的液体在酒杯中闪耀着奇异的颜色。闺蜜说：“彤彤，你不会真要和陆景和那个渣男复合吧？”我觉得季艳里比他好10000倍。其实我也想过陆景和会来港城，他性格阴晴不定，喜怒无常。再见面，不知道他会做出些什么来。彤彤，正愣神间，我听到了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声音，是陆景和。他和我以前见到的贵公子的形象判若两人。以前的他总是高高在上，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而现在他的衬衫皱皱的，领带无力地耷拉在胸前，他的脸看上去很憔悴，眼中布满了红血丝，眉头微蹙着，看上去公司的事对他的打击很大。酒吧的灯五光十色，照在他身上，他的面容影影绰绰，像是电影中的慢镜头。彤彤，跟我回去好吗？眼前的陆景和眼神中竟然充满着温柔，这是第一次他用这样的眼神看我。彤彤，对不起，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你对我最好，我们重新开始吧，好不好？他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询问我。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那个苦苦等待陆景和能回心转意的江童。我还留着当初你放在桌子上的戒指，结婚照我也修不好了。他从脖子上取下了我们当时的戒指，我怕丢了，所以一直挂在脖子上。他小心翼翼地取下戒指，试图戴在我的手上，可惜太晚了，碎掉的心是拼不起来的，重新长出的心脏也已经装了别的人。我后退一步，打掉了他手里拿着的戒指。陆景和，你走吧，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陆景和先是呆立了一会儿，接着满是不可思议：怎么可能？你明明是最爱我的，为什么？我不相信，你一定是骗我的。陆景和歇斯底里地转身想来拉我的手，我被吓得不知所措。千钧一发之际，季艳里赶来了。原来刚才闺蜜看情况不对，转身去搬救兵了。季艳里一把抢先，她把我拉进了怀里。陆景和伸出的手停在了半空，我紧紧牵住季艳里的手，她的手干燥而有力，十分有安全感。我和她并排站在陆景和面前，我看见陆景和一下子就沉默了，他脸上的血色在这一刻也消失殆尽。他缓缓低头看着我和季艳里拉着的手，我们的中指上戴着一对戒指。彤彤，你不爱我了吗？陆景和突然低低地笑了一声，继续说着：江童，你以为季艳里对你就是真心的吗？他是季氏集团总裁，手段狠厉，身边美女如云，结婚也只会选择对他有帮助的，而你普普通通，又能指望他会喜欢你多久？不过是图个新鲜罢了。江童，你跟了我这么久，还是这么天真，你以为你真的和他能白头偕老？听我的，跟我走吧，我以后保证对你好好的。酒吧的喧闹声仿佛一下子停止了，我听到什么东西在我的心里破碎掉了，那里面包含了我对陆景和仅剩的一点期待。我突然就释怀了，原来自始至终，我在陆景和的眼里是这么卑贱，他只是把我当成了他的一件玩具，从来没有尊重我。我感到眼角有些酸涩，但幸好用3年的时间看清楚一个人还不算太晚。旁边的季艳里捏了捏我的手，用眼神示意我还好吗？我笑着摇摇头，我没事。彤彤，我恨自己没有早点和你表白，这样你就不会受这些委屈了。季艳里，你乘人之危，又算什么男人？陆景和，你根本配不上江童，这3年来他受了什么委屈你心里不知道吗？这句话惹恼了陆景和。江童是我的女人，
跟了我3年的女人，你也不觉得膈应？彤彤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女孩，我视她为珍宝，不允许你这么说。话说之间，2个男人便打起来了。季艳里体型高大，很快就占据了上风，但脸上也挂了彩。陆景和缩在角落，脸上被打得鼻青脸肿。几个和他一起来的人迅速将他带走了。临走前，我看到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哀伤，也许是他看见了我为季艳里贴创可贴。还疼吗？我轻轻摸着季艳里脸上的伤口，一点也不疼。彤彤，我会一直保护你的，谁也不能将我们分开。季艳里笑得灿烂。季艳里这几天似乎特别忙，都没怎么有时间陪我。听外界传闻，季艳里有个表姐刚从京城过来，季艳里忙着安顿她，我心里有些不安，忍不住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有事？她的声音还是那么温柔，但我听来却多了几分疏离。是因为她的姐姐吗？我忍不住在心里想。有空吗？晚上一起吃个饭。她说好啊。在餐厅里，我还是忍不住开口询问，你还有个姐姐吗？我怎么没见你提过？其实并不熟，只是小时候游泳她救过我一命，我爸爸就认她做了干女儿。她叫苏暖。苏暖这个名字听上去怎么这么耳熟？我绞尽脑汁地想，突然想到她和卷走陆景和所有资产的白月光同名同姓，天底下不会有这样巧的事情吧？我惊得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是他，恐怕他此行目的并不单纯。可是他接近季艳里有何目的呢？我忍不住提醒季艳里，你当心点，这个苏暖不简单。还有，无论怎样，季艳里，我都希望你不要骗我。季艳里摸了摸我的脑袋，好了，别想太多，快吃吧，菜要凉了。一连几天，季艳里都没有找我，电视上都在传季氏集团总裁和刚到港城的苏暖关系特别好，而且据说苏暖小时候还救过总裁的命，总裁要以身相许了，现在更是把季氏集团总经理的位置给他做。看来总裁被他迷住了嘞，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愤愤地关上了电视。闺蜜这时候给我打来了电话，彤彤，你看我给你发的朋友圈截图。我点开手机，里面正是苏暖发的朋友圈，里面只有她一人，但却有2杯饮料。画面中的苏暖笑得面若桃花，面前摆放着琳琅满目的美食和甜点。她的配文是：还好当初我毫不犹豫地救了你，才有了我们今日的缘分，来日方长。我怔怔地看着照片上的美食，这些季艳里也曾经给我买过，还说要把我宠成最幸福的公主。所以我是又要被抛弃了吗？我怔怔地盯着手机，一条消息也没有。闺蜜看我长时间没回复她，着急地说：彤彤，你先别着急呀，也许这一切都是苏暖在自导自演呢。我们先不要去想这些烦心事，我们一起出去散散心，怎么样？我点点头，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出门了。在餐厅吃完饭后，我们正准备出来，却无意撞见季艳里和另一个女人并肩走进去。我下意识地将头偏向一边。彤彤，你还好吧？这个叫苏暖的女人确实厉害，卷走了陆景和所有财产不说，现在又勾搭上了季艳里。如果季艳里真的和苏暖在一起了，那彤彤你会怎么办呢？闺蜜担忧地看了我一眼。那一刻，我真的很想去问季艳里，问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我犹豫了。想起前不久苏暖给我打的那一通电话，江彤，你应该知道，你只是个丑小鸭，艳里和你只是玩玩而已，而我拥有陆氏集团的所有资产，艳里更需要我，并且我小时候曾经救过艳里一命。她说长大后要娶我，所以识相的话就乖乖离开吧。
如果季艳里真的要和你在一起的话，只要他告诉我，我自然知道该怎么做。哼，那就等着看我和艳里结婚吧。以前我会抢走陆景和，现在我照样会抢走季艳里。我不知道，如果季艳里真的和苏暖在一起了，我会怎么办？伤过一次的心，还能经得住第二次伤害吗？我还会相信爱情吗？季艳里让我别想太多，这几天尽量减少出门。是为什么呢？怕我撞见他和苏暖的事吗？如果是真的，我希望他能亲自告诉我。我可以被伤害，但不能被欺骗。从小到大，我就是普普通通的女生，不会有太多人关注我。在学校里，我属于成绩中等的女生，老师不会注意到我。在家里，玩具总是姐姐玩剩下的给我，甚至是姐姐穿不了的旧衣服也都给我穿。没有哪一个人，还是哪一个东西专门为我而来。如果可以，我想要被偏爱，那个人只为我将同而来，无论什么事情也赶不走他。我曾经希望会是陆景和，但现在我希望是季艳里。深夜，一间破旧的宾馆内，陆景和死死地盯着电脑屏幕，上面是苏暖的简介，上面写着陆氏集团的所有者，毕业于清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是名副其实的白富美，现在于季氏集团任总经理。苏暖，你竟然去港城了，我可算找到你了。你对我做的事情，我会一件件还给你。电脑的屏幕反射出他狰狞的表情。陆景和身上的钱所剩无几了。陆老爷子在前几天心脏病突发去世了，现在的他一无所有，还欠了一屁股债，精神多少有点不正常了。这几天因为心情不好，一直沉迷于码字，很少过问外界的事情。直到闺蜜给我打来电话，彤彤，你看新闻了吗？苏暖因为涉嫌联合其他人盗取季氏集团机密，被季总发现了，现在警方正在全力抓捕他呢。啊！我一脸震惊，事情的发展好像超出了我的预料。我知道苏暖不简单，但没想到一搞就搞了个大的。直到第二天，警方又发出了通告，要求全城搜捕苏暖和陆景和的堂兄，他们都神秘失踪了。这个时候，季艳里给我打来了电话，彤彤，我们好好谈谈吧。我们约在了咖啡馆见面。季艳里向我说明了一切。当时，苏暖携陆家全部资产和陆景和的堂兄跑到了港城，过起了逍遥快活的日子。可好景不长，陆景和的堂兄陆池染上了毒瘾，最后将资产挥霍得一干二净。陆池威胁苏暖想办法弄钱出来，苏暖十分害怕，想起了小时候意外救了的小男孩，现在是季氏集团总裁，便想故技重施，让季艳里爱上他，并乘机给季总下药好，窃取公司机密，卷走公司财产。却没想到这一切都是季艳里设的一个局。他故意装作和苏暖感情亲密，并疏远我，其实是想放松苏暖的警惕性，让苏暖误以为季艳里爱上了他，降低防备。而疏远我是不想我牵涉进这件事情中，怕我受到伤害。而小时候被苏暖就是真的，但季艳里当时并未说要娶她这句话。两家有意联姻是真的，但被季艳里拒绝了，因为那个时候她认识了年幼的我。晚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陆景和打来的，他说想见我一面。我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准备过去，谁料刚出门就被重击了一下，陷入了昏迷。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是在天台上，而我被捆在了椅子上，动弹不得。陆景和站在天台旁边，背对着我，看不清他的表情。陆景和，你疯了吗？你想做什么？我挣扎着，但却没什么用。陆景和闻言转过了身，
我看到他的眼角分明有一滴泪。彤彤，这辈子是我对不起你。一开始的时候，我讨厌你，嫌弃你，因为我喜欢的人是苏暖，而我父亲却强迫我娶你。后来，慢慢的，我开始发现你的好，但我不愿承认我喜欢上了你，于是百般欺辱你，让你讨厌我。后来，你真的讨厌我了，离我而去。我开始慌了，害怕你真的会离开我，于是我去找你。可是我却看到你和季艳里站在了一起，你知道我的心有多痛吗？我什么都没有了，你离开了我，我爸爸也去世了，辛辛苦苦经营了大半辈子的公司也被苏暖那个贱人和我的堂兄卷垮了。哈哈哈哈！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快乐。因为他突然不说话了。因为什么？你快说呀！你把苏暖他们怎么了？他突然平静了下来。我开车撞死了他们，被我抛尸了。苏暖那个贱人还想跑，把我害得好苦。我就算死也不会放过他们。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警察马上就要到了，让我最后再看一看你。彤彤，我听到了季艳里的声音，好好对他。陆景和说完就纵身一跃，跳下了天台，一朵朵血花盛放在了地面上。陆景和从100层大楼跳下，当场死亡。法医给他检验完后，确认自杀无疑。我怔怔地看着陆景和跳下去的地方，好久好久都没说话。季艳里陪我默默地站着，只是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企图给我一丝温暖。季艳里，我们回去吧，我累了。做完笔录后，季艳里陪我回到了他的家。几个月后，我才逐渐恢复过来。季艳里向我求婚那晚，他喝醉了，我也喝醉了。迷迷糊糊间，我听到他一遍遍喊我的名字：彤彤，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我们要一直在一起。婚后，我和季艳里过得很幸福。陆氏集团被季氏集团收并了，集团所有员工的工资也有了保证，过往的伤痕也在逐渐的愈合。我想我会幸福的。全文完。番外：陆景和番外。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江童的，也许是在醉酒时他细心地端上醒酒汤，也许是我手受伤时他细心地为我擦药。而且彤彤那么漂亮活泼，我怎么可能不喜欢她？可是我好像把她弄丢了。就在那个醉酒的夜晚，或许我不该说出那些违心的话，不该打她骂她。当她和季艳里在一起的时候，我看到她整个人都在发光。以前她在自己面前从来没这样过。她并没有成为季艳里的附庸品，而是自己创建了杂志社，成了里面的总编。她变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自信。可是自从苏暖出现在他们之间的时候，我发现江童有时又会面露愁容。或许这是上天给自己的一次机会，一次赎罪的机会。也许让苏暖彻底消失，会减少一点彤彤对自己的仇恨。于是我就这样做了。反正我一无所有，无所畏惧。我开车撞死了那对狗男女。如果有来生，我希望能再遇见江童。下一世，我要对他好好的。季艳里番外：彤彤，你不知道，我小的时候就认识你了。当时打架，我被人欺负，是你站出来，昂起小小的胸脯，对他们说不要打了，并用石头吓走了他们。那个时候我想，你就是我的英雄。可惜你们很快就搬走了。我只知道你的名字江童，很好听的名字。后来上了大学，很幸运，我们又见面了，我们成为了好友。可惜你永远不知道，我想要的不仅是朋友。那个时候，你的眼中只有陆景和，我多么希望你能看一看我。我只有将这份心意默默藏在心底，并衷心期盼你能幸福。大学一毕业，我就自创了公司，想着只有自己强大，
以后才能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保护你。没想到这3年来，你过得并不幸福，这何尝不是上天给我的一次机会？于是，我便精心设计了我们的第一次偶遇。他陆景和未认的你是一块璞玉，但我基业里却认的，并且要好好的捧在手心里珍惜。幸好最后你成为了我的妻子。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